男人被巨型龙虾拖着走，这里的资源丰富到你不敢相信。龙虾都喜欢藏在珊瑚礁的石缝底下，海底的成群的硬鱼结伴同行，岸上的巨型老鼠也不怕人了。龙虾的绝世容颜尽收眼底，清澈的海水，蔚蓝的天空，碧绿的树木，细软的沙滩，是情侣度假的好地方。被隔离了1个月的杰克终于可以出海游玩，开着山地摩托车来到了海岸边。岸边上的巨型老鼠引起了杰克的注意，这些巨型老鼠竟然不怕人，航拍下的风景也是非常优美。既然已经来到海里了，就少不了抓鱼摸虾的节目。在海水里穿好泳裤，泳裤里面装满了水，杰克还不断地骚动自己的四肢。将泳裤里面的水放出来后，开着摩托游艇向着大海飞去。许久未出海游玩的杰克显得异常兴奋，来到满是水母的海域停下了脚步。成千上万只水母布满了整片海域，杰克却迫不及待地跳下水查看。从海底去看，这些水母确实漂亮，水母的形状像伞形，而水母集体爆发在海面，一般出现在清晨或者傍晚。欣赏海面的水母后，潜下水在石缝里寻找龙虾。为了抓到石缝底下的龙虾，直接钻进石缝里面，而龙虾却藏在石缝的深处。退无可退的龙虾直接被杰克抓了起来。此时的龙虾已经被杰克用双手牢牢地抓住，奈何龙虾的力气太大，直接挣脱了杰克的双手。为了逃脱杰克的手掌心，拼命地往远处游去。杰克也不想到手的猎物就这样跑掉。龙虾见到杰克过来，又迅速地游开。为了换气，只能浮上水面，重新潜到海底寻找龙虾。在珊瑚礁的附近发现了成千上万条硬鱼。杰克并没有忘记自己潜下水的目的是为了抓龙虾。来到了珊瑚礁石缝底下，成群的龙虾在里面休闲着，却被杰克一手抓住了龙虾的触角。看着龙虾的体型应该有3、4斤重，成群的深鱼正在珊瑚礁里游荡，还发现了一条鲨鱼游过。杰克继续在珊瑚礁里捕捉龙虾，这次捕捉到的龙虾也是比较大。为了能在野外露营，搭建了露营帐篷，还准备了烧烤架和桌子。2只大龙虾已经摆在地下准备就绪，烤架里面的木炭也烧得差不多了。2只龙虾的颜色不同，一只红颜龙虾和一只锦绣龙虾。锦绣龙虾的样貌和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漂亮，而红颜龙虾的样貌和颜色显得比较丑陋，但它们具体的轮廓相差无几。锦绣龙虾的肉质相对来还是比较鲜美，价格也比红颜龙虾高。红颜龙虾的外壳相对比较软，用刀子就可以将它们的外壳分开。杰克直接用刀把它一分为2，而锦绣龙虾的外壳就相对比较硬，只能通过头部和尾巴的缝隙进行分割。用刀子将龙虾的头部和尾巴分割下来，然后抓住龙虾的尾巴用力一拧，龙虾的头部和尾部就分离开来。龙虾的肉质集中在尾部，头部也可以用来煲汤喝。龙虾的尾部壳只能用剪刀把它剪开，晶莹剔透的肉质非常诱人。还有虾黄。胆大的杰克直接用手试探一下铁板是否是热，事实证明是热的。倒上橄榄油，再加点黄油，把所有的龙虾放到铁板上进行煎炸。晶莹剔透的肉质慢慢的变成黄色，龙虾很快被烤成红色。在面包中间放上龙虾肉做成3文治，再将面包的铁架放到木炭里进行烧烤。10分钟后，一个龙虾包就做成了。用龙虾肉做成的3明治看起来非常有食欲。第2天，杰克开着车带着女友去沙滩里度假，带好了各种装备，就沿着山间的小路一直走，来到了靠近沙滩岸边的山上。从山上往下看，这里的风景美不胜收。想要到达沙滩，必须经过椰子树林，这里的椰子掉得满地都是。一到晚上，这里就会有很多椰子蟹出来觅食。沿着椰子树林来到了沙滩，这里景色优美，空气清新，确实是情侣度假游玩的好地方。杰克的女朋友迫不及待地脱下衣服，来到一处山沟里游泳。清澈的海水，碧绿的树木，细软的沙滩，蔚蓝的天空，犹如人间的天堂。经不住诱惑的杰克直接开始跳水。在这里游泳比起在自家的泳池里游泳要舒畅得多，还可以在这里鸳鸯戏水，人生如此足矣。海边黑色的石头是岩浆冷却而成的，黑色的岩浆岩并没有污染周围的环境，反而起到了净化环境的作用。航拍下的美景尽收眼底，让我们欣赏一下这里的环境。欣赏美景后就要解决肚子的问题，为了钓到鱼，只能爬到岩石上面去，沿着岩石攀爬，来到了岩石上面。刚把鱼钩抛入大海，巨大的海浪向着岩石卷来，海浪拍打着岩石，形成大量的浪花。
很快杰克就终于了，原来是一条呆萌的生鱼。今天的午餐就有着落了，在车上拿来的各种配菜和调料，还有一个小型煤气灶，然后将鱼拿到沙滩进行解剖。一大片的鱼肉被解剖下来，切好鱼肉后直接放到锅里进行油炸，鱼肉被油炸得滋滋作响，鱼肉被做成了鱼肉卷。生活在996的我，非常向往这种生活，人生如此足矣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